据环球时报援引印媒欧亚时报的消息称，在7月25号，印媒质问印度海军称，自1961年以来，印度首艘航空母舰就服役了。此后，印度先后在1961年与葡萄牙、1962年与中国以及常年与巴基斯坦发生军事冲突。但在过去的冲突中，印度航空母舰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那么，在重大冲突中，印度的航母都去哪儿了呢？正如印媒所说的那般，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了航母的印度，这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第一个使用航母的国家。而且与同时代高度重视潜艇发展的苏联和中国不同，印度对航母的研发热情总体上非常的高。虽然说印度当时装备的航母是从英国淘来的2手航母，但这并不是他们屡次错过重大战争的原因。撇开冲突发生在高原，舰载机以及导弹确实鞭长莫及的1962年印自卫反击战和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不谈，即使在印度人最津津乐道的1971年第2次印巴战争中，航母依然没有取得多少战果。据印度海军后续所说，这是为了避免遭到巴基斯坦海军的潜水艇偷袭。谨慎的印度海军当时将其部署在战争强度很低的孟加拉湾。分析认为，除了印度海军通常比较谨慎外，之所以会关键时刻掉链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度航空母舰长期处于低潮状态。印度装备的所有航母都是2手的，比如当维克兰特加入印度海军时，他就已经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了近20年的时间，各种问题已经是层出不穷了。再加上后续印度海军缺乏维修能力，这就导致了印度航母的状况很难去执行重大任务。而且从近年来，印度航母潜艇动不动就发生大小维修事故，这些事故无一不是在证明印度海军的后勤保障难问题直到现在都未得到解决。这2点就是为何印海军明明有航母，在发生重大冲突后却不见他们用。但这其实也怪不了印度海军，尽管印度在购买外国的武器装备时总给人一种土豪的印象，但事实上印度的购买预算比外界想象的要少得多。根据美国智库的研究，尽管印度的国防预算整体并不算低，但印度海军却一直没有拿到钱来解决问题。目前印度海军所需的设备采购实际开支远远低于印太地区大国。假设印度军费为每年100美元，但最后仅有15美元是用来买装备的。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日前宣布，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结束日本的访问任务后，将于本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与中方外交高层会晤。记者随后向中方发言人证实此事，中方给予了肯定答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深夜宣布，经双方共同协商，届时谢尔曼将会在天津与中国外交部负责中美关系的谢峰副部长会谈。要知道的是，此前美国曾3次提到想要到中国访问，但3次都遭到了中国的无情拒绝。现在中美重启对话仪式正式敲定，想来在美方的苦苦哀求下，中方于心不忍，决定给美方一次机会。然而会谈都还没正式开始，美媒又开启了新一轮对华舆论。据路透社的报道称，在7月22日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称，拜登政府大力支持建立第2阶段追溯计划，遭到了中方的明确拒绝。为此，美国对中方的拒绝表示深感失望。普萨基大肆吹嘘美国正通过多边手段推动新冠溯源，但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那就是中国未能履行美国所交代的义务。在这一次美国只因中国不接受溯源计划又失望了之后，我国卫生部副部长当晚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世卫第2阶段溯源计划作出表态。他表示，在他看来，该计划的某些方面无视常识，违背科学，这种溯源计划中方是无法接受的。不管美国口吐莲花还是口吐白沫，中国都不可能接受所谓的第2阶段的溯源计划。从当前美国方面的态度来看，美国是铁了心要把疫情这口黑锅甩给中国。不论是前总统特朗普还是现任总统拜登，他们都是将病毒人造论挂在嘴边，并一口咬定该病毒来自武汉。而且拜登在上任没多久后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第2阶段溯源，还给美国情报机构90天内给结果的命令。美方之所以在新冠问题上进行的政治操弄，无非就是想将这一切都推给中国。所以当下中国必须做好最坏打算，而中国一再强硬的态度让美国再次发表失望声明，这反倒说明了中国这一次做对了。就像是该条消息下的热评所说的那样，中国从来没有义务让美国满意，恐惧才是。
7月23号，外交部发布一则动态，内容针对的就是美国再次试图插手中国内政，结果插手不成，就恼羞成怒非法制裁中国多名驻港机构人员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针对美国的错误行径，中国将直接采取反制，来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话说了，动作也得做到位。对于美国的动作，中国直接就反制裁了回去，彻底向美国展示了一下什么叫跳得越狠，栽得越稳。据悉，这次反制中国用的就是前段时间刚刚终审的反外国制裁法，并且一下制裁了美国站在反华一线上使劲蹦跶的7名前任和现任的官员和实体，其中就包括了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罗林，以及所谓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等。这是这则法案首次正式被应用，而且这一应用就稳准狠地对美国狠狠来了个亮剑，让美国好好看了一下中国究竟是不是会动手，可以说直接就断了美国的一条臂膀。因为从这几个人和组织来看，几乎都是必须依靠中国和中国打交道才能被看中的，所以一旦中国限制了他们，这些人就基本上难有作为，甚至就算这几个人和组织换了身份，或者搞什么卸任之类的，也无法到中国来，更无法和中国做生意，终生都必须要受到中国的制裁。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美国制裁中国已经是7月16号的事情，为何这个时候外交部才发出这样一则声明呢？这和美国常务副国卿访华有什么关联呢？必须要说的是，如今中美关系之所以越来越紧张，这和美国常年不断的针对中国不无关系。而这次为何突然美国把手插到了香港呢？这就不得不说到美国经常用的那几个老套的招式了，就比如在求人的同时，一定要压制对方，让自己更加高高在上。就比如之前拜登和普京会面前，美国就不断的针对俄罗斯进行攻击，搞各种小动作来试图压制俄罗斯，想着能在和谈中占据上风。而这次美国对中国用的也是这招。日前，美国常务副国卿谢尔曼确定了访华行程，而这一趟的目的，想来不少人也都知道，就是想要试探一下中国会不会出手帮助美国渡尽如今经济崩溃的难关。而在确定行程前后，美国一直都没有断掉针对中国的小动作，制裁中国香港人员就是其一，另外还有舆论威逼中国，以及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对话等等。不过美国可能没想到，中国不吃这一套。如今美常务副国卿访华未到，中国的反制裁法却狠狠亮剑，甚至外交部也把话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会吃这一套。对此，就有国人表示做得好，对于美国这种永远不懂得尊重别国的国家，就得这么干。据美媒《防务时报》的消息称，美国参议员军事委员会在7月22号通过了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旨在呼吁美方保持足以威慑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能力，同时也要求美台加强防务合作，防止中国在美军还没有做出有效反应之前，使用军事力量来控制台岛。简单来说，这项法案的通过就是为了预防一旦台海发生冲突，那美军应该拥有立即阻止中国的能力。需要知道的是，在此前也有多位美国参议员妄图通过一个差不多的计划，但是因为太过于露骨，遭到了国会的拒绝。其内容主要是鼓吹美国国民警卫队推行所谓的对台伙伴计划，一旦该计划达成，那只要台海局势发生变化，那美军国民警卫队就可以通过该计划在台岛迅速部署。再考虑到美国的国民警卫队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那么为了实现对台海局势快速反应的目标，这一大弊端反而让美国得逞了。没有空降兵意味着只能让国民警卫队长期驻扎在台湾，而这样做的话，还没有触犯中国的红线。从严格上来说，国民警卫队驻扎不等于美军驻扎。除此以外，计划中还要求美国深化对台军售，并开放美台军事合作。如此一看，该法案的严重性就不言自明。要知道，美军谁也没胆子敢叫喊，敢登岛保台。不过也不排除这是好战派们在跟国会讨价还价。如果直接发起国防授权法案的话，那国会说不定会因为副国卿访华这一事而拒绝通过。但是有一份尺度更大的计划在前的话，那国防授权法案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然而，不论是哪一份法案或者计划，美国现在的行为都是在鼓噪探索美台防卫合作，吓阻中国对台动用武力。为此，中国当然不会这么干看着，趁着现在美国的法案还只是落实阶段，我军直接就真刀真枪动真格的了。在央视日前公布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军这次在东海进行的实弹演习动真格了。距台岛最近时仅有243公里，兵锋可以说是直指台岛。这一距离意味着我军已经开始预演如何在300公里以内迅速抵达战场。如果出现意外行动，美军根本来不及介入。这可不是瞎说。要知道，近1周以来，我军可不止东海某海域实际使用武器训练，还有渤海海峡、黄海北部以及浙江台州东门港码头这种跨军区的军演，跨人涉及到了快速抵达战争这一项训练任务。